茯苓糕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吃点茯苓糕。茯苓是养颜美容啊，这100多年前就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来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大米粉1斤，糯米粉糯米1两，大米粉就是大米糯的粉，然后糯米粉就是包元宵那个糯米，茯苓粉这是50克，哎，茯苓粉也是1两，1两啊，哎，2个1两，掺一起3个粉子，然后茯苓粉、糯米粉啊。大米粉混在一起，这牛奶1盒牛奶，看看够不够的，不够再接着来，再来。还有放豆浆也行，正宗的有放。还是牛奶好啊。茯苓糕这个小吃好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吃点茯苓糕。和成炒糊的那种，炒糊的，那也差不多。1袋奶不够啊，又来1袋啊，还一点。这茯苓粉还真能吃水啊。我看这盒有多大啊？哦，250毫升啊！有这种疙瘩，一攥成坨，一攥成这样似的啊！这跟过去蒸什么似的？蒸那干面粉似的，一点点是吧？对，就一点点搓出来，拌匀了。这个面点啊，小吃，这个配方啊特别严谨啊。你看这米粉这个含水量低，哎，它吃水量就高。行了，这就哎，行了。炒的，大爷在6两粉啊，6两，300克。我得把它过一下，师傅。还得过一下。不过还口感没有那样松软。对，过出来。哎，下次老范我得买个螺了。对，买个螺了，这买个面螺啊，买个面螺，买个40目的，买个60目的。对，再来一个80目的。3个80目的用的少，80目一般螺面用的。直接弄就行了。直接弄全是疙瘩，师傅，你必须得要这样式的，这样式蒸出来的糕它才松散呢。这样，好，师傅，这过完了，大家过完了，特别细啊。哎，过完咱湿布盖着它，醒一会儿。哎，醒一会儿就炒馅儿。炒馅儿，好。把芝麻炒一下，小火慢炒。哎，这茯苓糕也100多年历史了，是吧？对，行了，金黄色。桂花，干桂花，干桂花，来糖1两。嚯，这芝麻一配这干桂花那香味儿，唰就出来了，有激发出来了。这一热，这个甜点啊，必须得甜，你不甜就没味道。哎，对，100多年前就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来。咱们现代人都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老祖宗智慧太深了。为什么要讲传承啊？再来点猪油，更润一些，猪油增加香气，对，又不上色。桂花芝麻白糖馅，对，过去做点心基本都是大油啊，是吧？这是传承的东西，香。行了，开蒸，还带一小屉儿，哎，也贴一个模子，没有这个放到碗里也行，是吧？轻轻的都撒在里边，这样把它弄匀了。家里蒸个小发糕都行啊，对，是吧？给我来层馅儿，可大可小啊。这馅儿。要说你看这个做点心也不能小看它，一个小吃的点心智慧非常大。嘿嘿，做几层都行啊，咱们就一层，几层，想做几层做几层。对，就看这模子的高矮。对，高矮。再来一层粉子。行了，这也不用压，不用压，不用压，我把放里边，蒸25分钟，25分钟。好嘞，谢谢您。对，哎，好，好了，时间到了啊。哎呦，哇，快看看吧，漂亮。实际上这就跟米糕似的。米糕，还能真瓷实。一瞧，来点桂花上来。拿小刀轻轻的一下。它这个最好是晾10分钟，最好是。锯切，不能直切。它凉了它就挺住。一凉就挺住。家里在碗里蒸也行。行嘞。在大晚上都能吃，多甜的。我说做。这块儿太大。太多了，这样它不噎人。有传承，有记忆，还有创新。米香、桂花香、茯苓的香，还有芝麻香，4香合为一体，经典小吃，赞。
记得关注老饭骨，中国味的传承，以生活的美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雨夜重生问，请问秋葵怎么处理才能不粘？每次烫完都觉得很粘。秋葵本身就带粘液，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。但是有的人吃起来呢，觉得它糊水，口感不好。其实我们在烫完之后啊，然后我们先拿凉水给它冲凉，冲凉以后可以少搁一点盐，搁点醋拌一拌，然后再拿水冲。冲完以后拿个冰水再震一下。哎，你呢切丝儿啊，切条啊，然后再进行腌制。吃辣味的，还是吃香油味的，还是吃三合油的，还是吃芝麻酱的，还是吃怪味的，这个调味的方式你再另外去选择，那粘液呢就会下来，因为它有醋。醋你看洗这个鱼啊、猪肚啊、鳗鱼、鳝鱼，凡是有粘液比较重的，用醋来拿的就能撤掉一部分。切完了以后它肯定是粘的，搁那水里边搁点醋，这盐你搓搓它，洗肥肠一样。对，是吧？洗一个搓一搓，然后最后一焯水，搁到冰水里一震。再漂着它，哎，这个就利索了。看你怎么吃，你要分白灼的呢，灼完了之后它没有粘液，就带着这汁儿，热吃冷吃都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在家炒菜后不刷锅接着炒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刷锅呢，你下一个菜，一是会使下一个菜不干净，里边会有一些黑渣子。另外呢，不刷锅可能要炒一些肉菜，它会粘锅，炒锅菜也不好吃。做菜的时候放盐的时间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比如红烧肉，我们要放盐，它那肉质就比较紧了。比如我们后放，做一些汤也需要后边再调这个味道。油锅冒烟才能放菜，对吗？不对，根据不同的菜品来定。冒烟不是说油锅冒烟有多好，有些爆炒的菜，但也不是油锅要冒烟才炒的，能达到一个7成8成，这基本就是油呢就冒烟了。像什么爆羊肉啊，就可以用这种急火旺炒，急火旺炒。说，请问大爷做狮子头打肉馅不上劲是什么原因？是盐搁的少，淀粉不够。那夏天做狮子头反复打肉馅泄了怎么办？搁冰箱里。我们现在改良了干炸丸子，你要不搁冰箱里震了一宿，这炸出丸子还真炸不出来。现在很多餐厅呢，为了节省成本，高汤都用添加剂代替。想请问一下，就关于这个问题，您怎么看？有些餐厅为了节约成本，用添加剂代替呢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不规范的。常说的一句话：战士的枪，厨师的汤。要想做好菜，必须要有一锅好汤，用添加剂来取代不了。来不了这个。请问一下二伯，对于上浆的手法有专业的要求吗？有，层层入味，不抓碗不碗。那对于上浆的时候，这些调料的顺序都是什么样的？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原材料，根据烹饪的需求。大概的顺序呢？比如说葱姜水、蛋清的顺序这些呢？根据原材料的不同性质啊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先打葱姜水，是吧？逐步下，分层次的下，然后呢把这水全吃进去，等着吃透了以后，肉变成这个非常润了，才调味儿，再把这东西再打进去，这样再封油。好。